FX3 的便携 4K 120帧，还有强大的高感能力，我觉得是大多数人选择它的理由。你有没有买这台相机？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团队很多在工作的，我看都还在用它赚钱。它已经发布这么多年了，它的问题吧也挺明显了，就是别的都很好，但是它的屏幕有比较大的黑边，它的屏幕转轴用久了以后会变得非常松松垮垮，不结实。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 4K 下的锐度比不上那些从 6K 还有 8K 超载下来的相机。所以当我们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一台拍摄更高分辨率的 FX3 2代的时候，索尼把它拿出来了 FX2。一台继承了 FX 系列外观，并且有着 A7M4 和 A7C2 内在的电影机，你会怎么评价它？我发现这2年最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相机厂商特别喜欢把同一块传感器塞到不同的机身里面，第一可以控制成本，第二可以调教的更统一一点。那这次放进来这块传感器它有优势吗？确实和别的厂家不太一样。第一点，它有 7K 超采样的 4K 30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超采你可以获得一个比原生 4K 更清晰的画面。你这样一对比，就能看到它和 FX3 在4K 锐度上的区别，应该是手机上都能看出来的，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它也有对应相比 FX3 的缺点，等我们会讲到。不过相比传感器，这次我想你更在意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它多了一个 EVF 取景器在这个 FX 系列上面。那虽然我自己近视戴眼镜不怎么用 EVF， 常规 EF 贴合度也不好，亮度也很有限，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使用微单的 EVF 相比使用屏幕拍摄，你必须是改变整个身体的姿势这样来拍。对拍照还好，对拍视频就没这么合适。但是 FX2 的这个 EVF， 你看它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翻折结构，所以你不仅可以这样用它，你还可以这样。实现一个对应的腰屏取景，相对来说会有个3点的固定，能在手持的时候给你一个更加稳定的画面。这是以前大型电影机上面才有的功能，现在这个机型上面也加上去了。那本身素质还不错，高亮度、高帧率，屈光度差不多支持400度。比较遗憾，我有700度近视，所以还是用不了。那我们用特殊镜头给你拍了一下视场角，它比索尼的 A12 会要视场角小一些，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它这个 EVF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和 A7M4 不一样。那因为它 FX2 多了这么一块，所以放进包里面会比 FX3 稍微难收纳一点，并且当你使用这个 XLR 音频上手提或者其他热血配件的时候，你会很难以这个角度同时使用这个取景器，所以我还是挺希望索尼未来能把它设计成一个可拆卸的形态，可能会更加易用一点。那除此之外 FX2 还有一个改进真的巨小，但是我觉得你听到以后应该会觉得是这个视频里面最亮眼的一点，不开玩笑，很离谱，它底部有2个1/4的螺孔，居然索尼真的做了这个改进，在微单机身上现在有2个，只要你拍视频你应该会知道这个意义有多大，快装版再也不会滑丝了。所以我个人认为 FX2 是第一台你不怎么需要套件也能够用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一台拍视频的相机。它有着重新优化布局的 I/O 接口，把这个麦克风和耳机接口拢到了外面，移到了下边。那至于卡槽的话，它是 CFA 和 SD 卡槽的设计，会很遗憾没有 FX3 那样的双 CFA 卡槽。那全新升级的散热系统，那确实不错，全尺寸的 HDMI 接口也重新定位了，这也不错。那最重要的是这个视频拍照模式的切换拨杆，你可以看到和之前的机型也不一样。所以索尼对于它的定义大概就是希望你能够在照片和视频方面2开花，因为它是有一个机械快门的。所以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比 A7M4 会更贵一些的 FX2， 同一块传感器在 Cinema Line 里面的异端到底是什么水平。我知道用这么一台电影机来拍照确实比较奇怪，但是索尼的定位上面是考虑它拍照的，因为 FX2 用的和 M4 还有 C2 是同一块3300万像素的背照式传感器，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拍出的照片对比索尼 FX3 的1200万像素，那确实是更能打了。它快门连、高速连拍、闪光灯连接这些照相机有的功能它也都有。经过改进之后，索尼创意外观直出其实也还挺可用的，其中这个 IN 和 FL 滤镜会给你一种所谓胶片的感觉，所以索尼看着很多人喜欢，这一次在这个 FX2 上首发了这个 FL2 和 FL3 这2种滤镜。那和 FL 比起来的话，它整体会更淡一点，用来拍人或者这些生活化场景，那我觉得还是挺出片的。所以拍照上如果说你要理解它的性能的话，它和 M4 真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那视频方面肯定是大家更重视的一点，但事实上有点奇怪，就是它的录制规格相较于 M4 和 C2 来说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唯一有差异的就是这次 FX2 有了一个 DCI 4K 24帧的这个选项。很多电影和短片都在使用这个帧率，就是我
很难在一个我们这个29.97的视频里面和你描述24帧的这个特点。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两边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24帧就是有所谓的更电影感一点的感觉，但是你必须要有 ND 滤镜，不然看起来就会卡卡的。反正如果说你很在意这个帧率，那现在你确实有了它。那然后我们就会讲到你应该最关心的 4K 60帧的这个录制规格，因为我们知道这块传感器在索尼 A7M4 和 C2 上面是有1.5倍左右的裁切的，并且锐度是没有 7K 超采 4K 30帧高的。那这次 FX2依旧没能创造奇迹，它仍然是会有裁切，而且仍然画质没有 7K 超采的 4K 30帧全画幅模式高。我真的挺希望索尼能给一个跳采样的全画幅 4K 60帧，让用户自己选择裁切或者不裁。然后还有一点肯定是你非常关心的，就是果冻效应，因为它在拍摄全画幅的时候，我们之前知道索尼 A7C2 还有 A7M4 都会有一些果冻效应，所以我们测试了一下，你拍 4K 30帧，那锐度是有提升的，因为 7K 的超采，动态范围相较于 FX3 我们测下来也会更多一点。可用档位你可以看一下，但是目前这个格式我们测下来取舍的点恰恰又还在果冻效应这边。我们目前测试大概是25毫秒，会比索尼 FX3 的8毫秒要多不少。尤其是当你使用长焦的时候，你轻轻动一下就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画面扭曲。所以这个 4K 30帧就是如果你拍摄一些运动小的镜头、采访或者像现在的口播，那是没有问题的，画面很锐，比 FX3 会更好。但是如果说你很介意果冻效应，那你得把它当成一台 APS-C 的 FX30 这样的机型来用它，那它的果冻又不是一个问题。反正这是这台相机最大的一个取舍点。那 FX2 目前我觉得我会抱怨一下，或者希望有的功能是 OpenGate 的规格，因为我本来觉得它要和 A7C2 那些拉出区别，至少要有个3:2或者4:3的录制规格，但是目前 FX2 是没有的，你只能拍摄16:9或者17:9的视频。那高感方面，我觉得 FX2 是有一定提升的。索尼现在把 FX2 的第二档 ISO 设置在4000，相比于过去的3200会更高一点，暗光环境也就更容易去控制曝光。哪怕是你把它的 ISO 推到12800，那和 FX3摆一摆手腕，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你做了对的选择，这个是前提，那这台入门电影机还是能帮你获得非常不错的视频画面的。The morning light, that's when I'm most terrified of my thoughts. So I'll keep wandering till I no longer hear the echoes. But in my wildest dreams,一个领域的入门机型，我觉得对于厂商来说是比较难做的一种机型，因为需要在价格合适的基础上把功能尽可能做到齐全，而且要比那些更老的旗舰机型有更多的一点功能。那 FX2 这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这点的。首先，它有了和 ZV-1 同款的这个动态增强防抖，开启之后，它能用到这个相机内部的陀螺仪来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手持画面，有点类似于 GoPro Action 或者 Insta360这种电子稳定的防抖。反正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很多不允许带稳定器的场合，这开或者不开，你看一下，这稳定效果就是天差地别。并且因为 FX2 有这个 7K 的超采的高画质，所以相比索尼 ZV-1， 它的这个裁切产生的画质劣化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裁切的范围你可以看一下，还是挺多的。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你当然可以把它关掉，采用传统的传感器防抖，但是这个模式你就不用指望能走着去拍它了。我非常推荐你站着不动去使用它，那这样还行。然后我们会讲到自动对焦，这是对于索尼相机目前我觉得反而不用讲太多的地方，因为它就是第一梯队，你要更好好像也没有太多选手了。那 FX2 自动对焦目前在菜单里面乍一看和索尼 A12 是差不多的，但是索尼为它扩充了这个 AI 识别的样本，识别主体的精准度得到了提升。那实际使用中，哪怕是这种暗光且遮挡很多的场景，焦点也能够牢牢锁住，基本上没有丢掉的风险。
但是还有一个场景是目前所有相机厂商都会面对，而且基本上都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自动对焦很难做好在推拉镜头的时候的跟焦，你会很容易看到你关注的主体出现这样一抽一抽的情况，尤其是光圈开大以后就很明显。那索尼 FX2 我们测下来仍然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别的相机当然也都有，而且成功率比 FX3 也会好一些。续航和散热是 FX2 作为一台电影机必须要做好的地方。那这一代它基本上还是做到了这个标准，它依然选择了 FZ100 的电池，风扇相比 FX3 也重新做了设计。我们实际测下来，室温25度的环境里面，持续录制 XAVC-S 的 4K 30帧，它坚持了1小时56分钟才没电，并且没有遇到过热的情况，所以2到3块电池就能满足你1天的拍摄。那软件方面 ，FX2 目前加入了 Cine Alta V2 的同款的这个6宫格快捷菜单，这个适合你在外面接一个监视器的时候来用它。左边用这个小屏幕来控制所有的参数，右边的这个监视器来让你看到具体的画面，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呢，它也有这个 Cine AI 功能，这个之前我们在 FX30 的评测里面有提到过，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加个链接，这里不过多赘述。简单来说，它只是帮助你前期曝光监看的一个工具，它不会改变实际拍摄文件的亮度，就像是拍胶片一样，就是你在用一个原生的 ISO 进行拍摄，你调整 EI 值，你只是看到屏幕上的画面变亮了，但实际上的 ISO 没有变过。通过这个方式，你可以把这个相机的全部画质给炸出来，但是前提是你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给画面打光，来获得一个最好的质量。所以讲到这基本上就是 FX2 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视频也没法做得很长，因为它就是把我们熟悉的一块传感器放到了一个新的机身里面，给了你一个更好的用户体验。讲真，我很确定索尼未来肯定会继续用这个模具，因为这个新的模具我真的觉得还是挺好的，尤其是这样拍，就哪怕我戴眼镜因为它这个眼罩设计的不错，我还是挺乐意的。反正相比上一代的 FX 整体更结实，用起来更舒服一些。如果说这个模具加上一个 FX3 的传感器，再加上一个内置的电子安迪，你觉得这是不是你想象中的 FX3？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上手。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给我们点赞、评论、转发。如果你别的朋友想买这种 FX 电影机的话，欢迎转发给他看一看，也许对他有些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